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我是任，你敢相信吗？新加坡前不久刚冒着战火硝烟帮忙，把澳大利亚公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后脚就被对方的官媒指着鼻子抹黑。这种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竟然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上演了。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军机撤侨座舱里坐着的不只是拿红色护照的新加坡人，还有神色焦虑的澳大利亚人、布鲁内尔人和菲律宾人。新加坡当时并没有关上舱门说这是我的军机，外人别上，而是把那极其宝贵的甚至能救命的逃生舱位大方地分享给了这些邻居和盟友。这份沉甸甸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是带着体温的，是实打实的患难见真情。在国际外交的课本里，这叫人道主义协作，体现的是新加坡作为地区枢纽的担当，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邻里情谊。然而谁能想到呢？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 ABC 转头就制作了一档节目，他们不仅没有半句感谢，反而开始拿着手术刀，试图肢解新加坡引以为傲的法治和民主制度。那种骨子里的傲慢和居高临下的审视感，简直让人心寒到了冰点。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在第一线冒着风险救人的新加坡军人们，他们还没来得及擦掉脸上的灰尘，就发现自己守护的国家声誉正被那些被他们救过的人背后捅刀。这种荒诞的现实真的让人忍不住想问，这世道到底怎么了？那么这档让新加坡外交部大动肝火的澳洲节目，到底往新加坡人心窝子上扎了多少刀？ ABC 的主持人范尼尔和几位所谓的评论员，他们先是拿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的案子大做文章，竟然宣称毕丹星之所以丢掉反对党领袖的位置，是因为执政党行动党容不下他，想方设法要让他消失。这帽子扣得可真够大的，直接把一起法律案件硬生生描绘成了充满阴谋论的政党清洗。更绝的是，他们还搞出了一套所谓的司法双标论，阴阳怪气的暗示说，新加坡法院在处理赚钱的商业纠纷时确实很公正，可一旦碰到涉及政治或者执政党的案子，那份司法独立性就离奇失踪了。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刺耳？这还没完，他们甚至连新加坡为了确保少数族裔代表权而设计的集选区制度都不放过，直接把它定性为阻碍反对党崛起的行政障碍。那种拿着西式民主模板到处乱套，完全不顾及新加坡多元种族国情的高傲姿态，确实显得既不专业又不尊重。他们在演播室里侃侃而谈，却完全忽略了事实的真相。这种为了追求节目效果而刻意制造的歪曲报道，不仅是在攻击一个政府，更是在试图拆掉新加坡立国的根基。这种充满偏见的选择性失明真的让人怀疑，这还是那个标榜客观公正的国际知名媒体吗？面对这种毫无底线的指控，新加坡驻澳洲最高专员阿尼尔古马可没打算忍气吞吞，他的回复简直可以称作逻辑三连击，每一拳都打在了对方的痛处。关于毕丹星案，阿尼尔古马直接反将一军，在任何实行威斯敏斯特体系的国家，包括你澳大利亚自己，如果一名议员在国会作证时公然撒谎并被法庭定罪，难道不该引咎辞职吗？这是法治和诚信的底线，怎么到了新加坡就成了政治迫害？这种双重标准玩得也太溜了吧！再说到那荒谬的司法双标论，新加坡最高专员更是气笑了。新加坡作为世界级的国际仲裁中心，那名声是几十年如一日靠命换来的。如果司法可以根据案子类型随心所欲的开关公正模式，那些把千亿资产官司放在新加坡打的跨国巨头们，难道都是傻子吗？如果根基不稳，新加坡凭什么能成为全球投资者最信任的避风港？至于被抹黑成障碍的集选区制度，专员指出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如果这真的是不可逾越的阻碍，那为什么反对党在去年大选中的表现，在集选区反而比单选区还要亮眼？难道反对党增加的议席是靠魔法变出来的吗？事实胜于雄辩，
当逻辑和数据甩在脸上的时候，那些苍白的谎言自然就无处遁形了。这种掷地有声的回击，不仅是为了澄清事实，更是为了告诉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新加坡的底线不容践踏。大家发现没有？这整件事已经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新闻更正了，它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语境与东南亚模式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信息差与令人不适的傲慢感。西方媒体总是习惯性地把自己当成文明的法官，手里攥着一把叫做自由民主的单一标尺，满世界跑着给人量身高，不符合他们尺度的就被打成异类。但在新加坡的字典里，民主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必须建立在生存安全、族群和谐以及廉洁高效的基础之上。那个被西方诟病的集选区制度，初衷是为了确保国会里一定能听到少数族裔的声音，是为了防止种族撕裂而设计的精妙补丁。可到了外部视角里，这些为了社会稳定而进行的本土化实践，却被简单粗暴地解读为操纵和干预。更离谱的是 ，ABC 作为一个代表国家水准的媒体，在那期节目里请的4位评论员，竟然清一色全是新加坡体制的长期批评者。这种有预设立场的报道能有什么公信力可言？这种教师爷般的指指点点本质上是对他国主权和治国智慧的极度不尊重。他们并不想了解真相，他们只想寻找符合自己剧本的素材。这种傲慢的背后，其实是对多元化世界的一种深层恐惧和排斥。为什么这次新加坡人的忘恩负义感会如此强烈？因为在我们的逻辑里，朋友有难，我必然会拉你一把。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因为我帮过你，就觉得可以随意践踏我的主权和名誉。对于新加坡来说，声誉就是国家生存的生命线，是外资流入的信任票，更是社会稳定的定海神针。如果任由这种司法不公的流毒在国际舆论场上横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哪怕你是受过我恩惠的邻居，只要你触碰了事实的底线，我也必须在国际舆论场上把你狠狠地对回去。这几年，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越来越硬，从严厉的法律反击到利落的外交表态，都在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你可以观察我，但请你先做足功课；你可以批评我，但请不要编造剧本。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定义什么是好的民主，因为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在自己脚上才知道。救人是出于人道，回击是出于自尊。这两者在新加坡的价值观里从来都不矛盾。新加坡的行为是在守护一种基于事实的国际秩序，也是在捍卫小国在面对大国舆论机器时的尊严。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世界能多一些投桃报李的温情，少一些农夫与蛇的寒心。但当偏见披着言论自由的外衣横冲直撞时，沉默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每一次无私的援助换来的都是无端的指责，那么这种国际邻里精神确实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要明白，真正的友谊不是建立在抹杀差异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尊重彼此选择和治理模式的底气之上。新加坡的骨气其实值得每一个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求生存的国家思考。我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是那架撤侨军机的机长，在拼尽全力把人救出险境后，看到对方媒体这样评价你的祖国，你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而当这种顺道救人的邻里精神再次面临考验时，你觉得他还能像以前那样义无反顾不求回报吗？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欢迎点赞订阅，我是Jen，我们下期视频再见。